大家好，我是 Cici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今天我们要来讲磨刀。先来看一下我最近常用的一些刀具。这把就是我最近在日本买的新的厨师刀，非常的锋利轻薄，我也很喜欢它上面的花纹。为了保持刀的锋利，每半年需要磨一次，每2到3年需要送回厂维护一次。这是2把我前阵子很爱用的陶瓷刀。陶瓷刀的优点是不需要磨，缺点是非常的脆，磕碰一下都会出现断裂。可以看到现在这把黑色的上面已经有缺口了，目前只用来切一些熟食。然后是2把中式菜刀，这是一把中式砍刀，可切可砍，比较厚重。今天我们就要来磨这把刀。然后来看一看我平常磨刀的一些工具。首先是一块这种皮革带的磨刀带，通常如果磨刀的时间在半年以内，但是觉得刀不够锋利的话，那就可以用这个磨刀皮带就够了。把刀大概握在30度角的样子，通过在皮带上来回滑动，可以去除微小的毛刺，就可以使刀刃更加锋利平和。如果使用磨刀皮带打磨过，仍然觉得不够锋利的话，就可以用磨刀石。打蜡的目的是为了给刀抛光，也减少摩擦，使刀刃受损。2面都要打磨，刀刃才更加均匀。然后是磨刀石，这个磨刀石的2面写有1000和3000，就是指的它的颗粒度。颗粒度越高的话，就会磨得越精细，但通常我用1000的就是足够的。在使用以前，先把磨刀石用水泡10分钟以上。这一步是为了减少摩擦和发热，避免磨刀石干裂。泡水后，磨刀石会吸收水分，使得磨料颗粒更加均匀的分布，也确保刀刃在打磨时受力均匀。磨刀石泡好以后，找一个防滑的垫子，也可以像我一样垫一个毛巾在下面。我现在用的是1000的这一面。刀刃与磨刀石的角度通常是15到30度之间。在日本的时候，磨刀的师傅教我一个估算的办法。可以拿一个硬币，然后垫在刀背下面，这样差不多就是15度角。可以用手测量一下刀背和磨刀石底部的距离是什么，然后就可以把硬币给拿走，往回拉。往回拉的时候用力，往前推的时候不需要用力。要注意磨刀的时候，手指千万不要垫在刀背下面，不要和磨刀石直接接触到，时间长了，手指这个地方会磨破。因为这种刀比较宽，所以拿的时候不是很稳定。有的人为了稳定方便会竖磨，像这样，或者是有的人会斜着磨。但是这2种磨法，它磨出来的刀纹和横磨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如果你对刀的锋利度的要求比较高，那就一直横磨。虽然这样会累一点，但是磨出来的刀会更锋利一些。但有的人为了稳定，把手指放在刀刃前面，但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注意，用力就只能往回的时候用力，千万不可以往前的时候用力。往前的时候用力，手指就容易被划到。所以如果这样握刀的时候，一定是往回用力。刀的每个区域都要磨20下左右，反面也是一样的。
整个磨刀的过程尽量保持磨刀石表面的湿润。我在日本买刀的时候，他们为了展示这个刀非常的锋利，他们就用了一个办法，就是切纸而不是切食材。我们可以先来试一下这把刀，你看到可以非常轻松的把纸切出非常光滑的平面，而且需要刀的每一个部位都可以做到，比如说从上面切下去，还有从尾部切下去，看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切出一些非常光滑的形状。再来试一下这把刀，对于一把砍刀来说，有这样光滑的切面就代表合格啦。然后是一块用于磨刀石的磨刀石，这个又叫整形石，用来修整磨刀石，保证磨刀石的平整。如果磨刀石不平，再用来磨刀，刀刃就会出现很奇怪的形状。然后用一块蜡笔，任何笔都可以，只要能够画上色，给上面做一个记号。做记号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一会儿在打磨的时候，磨刀石的每一个位置都有被打磨过。下面垫一个东西，防止它打滑。磨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，慢慢的，原本有记号的地方都没有了，然后中间有一部分就还没有磨到，这是因为我们在磨刀的过程当中，用到中间这一部分区域是最多的，所以相对中间会比边缘的地方更凹进去一点。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们需要打磨磨刀石，就是为了保证磨刀石以后是平整的。可以看到原本涂蜡笔的地方慢慢都全部变成白色了，这就表示每个区域都磨到了，然后再清洗一下就完成了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如果喜欢的话请转发、收藏、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